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步步惊心，剧中最让人心疼的角色，玉檀算是其一了。模样好，聪慧和才干也都不输女主若曦。在四爷登基后，被施以最严厉的酷刑蒸刑。行刑时，蒸笼的缝隙里，他那双幽怨的眼睛，任谁看了都会心疼。重看步步惊心，刷到玉檀的片段就更留一些。并不多的配角戏拼凑起了他的一生，明明有多次逃生机会，却硬生生放弃了。之前以为他是恋爱脑，为了九爷那一点虚无缥缈的爱，甘心为其付出一辈子。后来再想想，也许她只是个忠于自己的女子。玉檀是个小配角，戏份并不多，但是也能看出来，玉檀的能力也是蛮强的。首先说专业能力，能够派到皇上身边伺候的宫女，哪个不是聪明伶俐的？而且在一众当差的宫女中，除了大女主若曦，便是玉檀了。玉檀最初被安排给若曦做助手，一同被安排的还有另外一位宫女。但是相比之下，玉檀能力更强些，也因此后来她能跟若曦同住一个小院子。若曦被罚去浣衣局时，玉檀顶了若曦的差事，做奉茶领班，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。如此可见，她也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奉茶领班。她还特别机敏，她本是九爷安插在皇上身边的一枚细作，做事出色，但不耀眼；做人不出挑，但也不会给他人留下什么口舌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玉檀是个很优秀的细作。皇上跟前做眼线，也要做好自己的差事，不能出错，二则还得能够隐藏自己。玉檀隐藏得够深，跟玉檀姐妹相称多年，相扶相依在深宫度日，互诉衷肠。中秋夜，对着月亮磕头，为分别多年的父母祈福。一直以来，若曦不知道玉檀能识文断字，直到看到她的血书，若曦还疑惑，玉檀不是不识字吗？能力这么强的女子，若是为自己活，怎么都能过好这一辈子。在她跟若曦的聊天中，渐渐知道了她的家庭背景。玉檀生在一个穷苦人家，是家里的长女。那一年，家里闹饥荒，弟弟生病，一家人眼见着就要活不下去了。玉檀求药不得，在大街上走着，看到一辆富贵人家的马车，于是紧紧跟着，讨要一点救命钱。这一路上，他不知道挨了多少鞭子，但是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，一定要讨到钱，给弟弟治病，让母亲和家人都能活下去。车里的那位富家公子是九爷，九爷看中了玉檀的品性，感觉是个可以培养的好棋子，值得他的银子。九爷是谁？蛇蝎老九，一个生性狠戾的人，能被他看上，自然也是不一般的性子。九爷给的钱救了玉檀一家人，也买断了玉檀的一生。自此，他被九爷培养，识字学礼，再后来入宫成了一名奉茶宫女。他不是不知道深宫凶险，但是弟弟妹妹既然享了人家的恩惠，那就要替人家办事儿。这一个交易捆绑了这位女子的一生。后宫凶险，她的日子也是步步惊心。但是虽然凶险，她的心里也是觉得值得的。玉檀曾经跟若曦聊起过这段故事，也聊到关于选择的问题。她说，想想母亲不用冬日里双手浸在冰水里洗衣服，弟弟妹妹吃得饱穿得暖，这辈子也就是值得的。在亲情和个人安危中，她选择了亲情。为了让一家人过得好，她哪怕在宫里再凶险，也是值得的。这个女子对于家人的这份亲情，是一个长女的担当，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让人敬佩的。能力强，性格好，而且又聪慧的女子，若是想要保全自己，也不是没有办法的。其实玉檀本来有出宫机会的，她早已到了出宫的年龄，虽然皇上不提外放宫女的事儿，但是师父李德全私下问过她好几次。这时候但凡她有意愿出宫，都是可以逃离那个是非地的。但是她为了能够给九爷传递消息，不跟皇上去求，也婉拒了师父的好意。后来四爷登基，一切换了天地。八爷党看来翻身本就不可能了，玉檀这会儿再给九爷办事儿，也是各种凶险。四爷明里暗里点过玉檀多次，聪慧如他，不是不明白各种要害。他若是想活命，本可以申请出宫，
她早到了出宫年龄，这个理由够充分。再说一个小宫女，即使知道一些秘密，出宫后也翻不出什么新样来，不至于对四爷造成威胁。如果她被四爷放出宫，就连九爷也怪不到她头上。但是她没有，非但没有，她还听从九爷的安排，挑拨四爷和儿子弘时的关系。四爷的警告，13爷的敲打，聪慧如她，不是听不懂。但玉檀是个倔强而忠于自己的女子，为了生存，9岁的她都可以在大街上跟着一辆马车跑，求一点救命钱。不过是她相信这个马车里的人能帮到她。后来本可以生存的前提下，整日忧心自己的生死，却还是去为九爷做事儿。大概念着的是九爷那一点温情了。从他的回忆里可以看到，九爷培养过他，教他写字。整部剧中毒舌九爷只有那个片段是温情的。玉檀对于这个救他于水火的冷静男子，既佩服又深爱。对于九爷，他是爱的，不只是报恩的爱。若是为了报恩，多年来传递的消息已经能够抵挡过马车里扔下来的那张巨额银票了。他对九爷应该是刻骨铭心的爱恋。那个教他识字训练他的九爷，别管别人眼里如何蛇蝎，对玉檀那一点的温存足以让他惦念一辈子。就为了这一辈子的惦念，他付出了生命。他惦念却不自私，如若真想得到，出宫跟他相守岂不更好？玉檀心里除了爱，还有一些侠义衷肠。这份侠义衷肠比剧中任何一个女子都干脆些。只是女人的侠义衷肠应该交付给值得托付的人，但是值得怎么衡量呢？从古至今也没个标准答案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